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Aaron。我们今天来到德国北部的一个重要的贸易城市吕贝克。吕贝克是德国北部的一座著名的历史名城，也是中世纪的贸易的核心之一。它也是12世纪的汉萨同盟的最重要的城市。汉萨同盟呢，是由商人和一群贸易城市所组成的一个贸易联盟，非常大的影响所谓的波罗的海周边的一些相关的文化以及当时的贸易。那等一下我再来好好介绍汉萨同盟这个相关的故事。在我后方的呢，则叫做霍尔斯滕门，它是要进入吕贝克老城区的一个大门，它也是目前德国最知名的中古世纪的建筑之一。然后大家知道，吕贝克的古城其实建在一个有点像沙洲，它四面都是水的一个土地上。然后因为四面都是水，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好的有防御效果。那如果要进去它的那个古城里面的话呢，就必须要经过这个水比较浅的这个区域啊，他们就盖了这个霍尔斯滕门，所以这个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防御工事。这个霍尔斯滕门呢，还有一些小故事啊，在这边我也跟大家聊聊。就是据说当时在建造这个城门的时候呢，市民为了要确保城门能够长久保存，特意在这个城中的砖墙埋了一些所谓的吕贝克金币。那这些金币呢，就象征了财富跟稳固。然后说这个金币只要还在，吕贝克的繁荣就会持续。但是这些金币从来没有被发现啊，所以目前也成为了一个未解的传说。那这个门上呢，也用了拉丁文写着一串金色的铭文，意思是说内部和谐，外部和平。也是在警告敌人啊，这个不要过来，敌人止步的意思。然后他在西德时期呢，被印在了50马克的钞票上，这进一步巩固了霍尔斯滕门作为德国文化象征的地位。那这个50马克啊，后来被欧元所取代，但现在仍然是收藏界的经典钞票之一。走过了霍尔斯滕门之后呢，接着我们往吕贝克的市政厅移动。那这段路上，大家就边走边听我讲有关汉萨同盟的相关历史故事吧。不晓得各位在买机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了这件事情啊？你看，就是各国的他们的国营航空公司，多多少少都跟他们的国家有一些名称上的相似。你看，英国就是不列颠航空，法国是法兰西航空，那荷兰的 KLM 呢，其實也是代表着荷兰的皇家航空。意大利呢 ，Italia Airways 也是意大利航空。奥地利就是奥地利 Airlines， 也是奥地利航空。西班牙是伊比利亚航空，毕竟它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嘛。那德国呢？德国照理说应该要是所谓的日耳曼航空或是德意志航空才对啊，但是怎么会是一个汉莎航空呢？这个就跟我们现在要讲的汉萨同盟是有一点关系的。各位如果到德国北部的港口，或是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去旅游呢，应该多多少少都会听过所谓的汉萨同盟。那这个汉萨同盟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故事啊，就要说回大概800年前，在欧洲的北部呢，有一个强大的贸易联盟，几乎垄断了波罗的海和北海的经济。这个就是汉萨同盟，它是没有国王统治，或是说它就是跳出国王统治，但是却影响着整个欧洲的商人帝国。你没听错，不是国王，不是贵族，不是主教，它的主体是商人。商人阶层借助了这个同盟呢，同王公贵族分庭抗礼，极大的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到现在呢，对整个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那这个故事呢，就要从吕贝克开始说起，也就是我们今天造访的这座城市。中古世纪的德意志领土啊，名义上是由神圣罗马帝国所管辖，而帝国呢，是透过一层一层的分封来建立封建体系，来彰显它的存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法理呢，是来自于对天主教的拥护，因此啊，天主教会在帝国的领地内也有不少的势力，控制着很多的城市。
但是时间来到了西元12、13世纪之后呢，一些主教的势力在帝国境内衰微，原先属于这些主教管辖的城市啊，纷纷取得了独立的定位。名义上他们是属于主教，但是这些城市又不听命于主教，也不听命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或是其他的封建领主，那当然自然就不用向他们交税。那这样的城市呢，就被称作为自由市。这个自由市呢，包括了现在德国的科隆、法国的斯特拉斯堡，还有后来的包括法兰克福啊、纽伦堡、汉堡、不来梅等城市。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吕贝克呢，也在12世纪的时候崛起，成为自由市。由于自由市不用向主教或皇帝贵族们交税，赋税很轻，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能工巧匠、聪明的商人们聚集。那这些自由市的发展呢，非常的迅猛快速。这些自由市的商人们呢，也在外面赚得盆满钵满，自然引来了包括海盗啊，或是其他封建领主的不满。于是就经常组织所谓的海盗袭击或是军队袭击，打劫往来于自由市之间的商队。那有鉴于此啊，这些自由市的商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开始组成同盟。在1241年，吕贝克和汉堡签订了所谓的贸易协定，这个被视为是汉萨同盟的正式开端。那从地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吕贝克是通往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商业城市，而汉堡则是通往北海的重要港口。两个强强联手之后啊，就掌握了东西向的贸易航线。时间又经过了50年，来到了1293年。这50年间呢，汉萨同盟的成员不断的增加，包括1259年的吕贝克、罗斯托克、维斯马，还有1282年的吕贝克、伦敦、布鲁日、汉堡、不来梅、科隆啊，你看都有吕贝克。然后在1293年，汉萨同盟在吕贝克召开了他们的大会，决议呢是由吕贝克成为汉萨同盟的总部所在地，同时吕贝克的法律成为同盟的共同法律。汉萨同盟在13世纪开始呢，到14世纪的晚期和15世纪早期来到了鼎盛。由于这些商人真的太有钱了，汉萨商人透过向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领主或是其他国家的君主提供借款，而获得了一项又一项特许权。在全盛时期的时候啊，汉萨同盟左右着丹麦和瑞典的王位继承人人选，而英国国王甚至不止一次将王冠抵押给汉萨商人取得贷款，或是向其央借舰队或是海员。整个同盟呢，来到了15世纪中期后呢，开始衰弱。这个衰弱过程其实非常的精彩啊，牵扯到了瑞典、丹麦国家力量的卡尔马同盟，牵扯到了荷兰的崛起，牵扯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崛起，还有沙皇伊凡三世的崛起啊，甚至著名的条顿骑士团都有关系。但有鉴于啊，我们还是旅游频道啊，不是历史频道啊，怕现在讲的太深入了，人都跑光光了。这部分有兴趣的呢，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再找机会讲给你们听吧。总之啊，到了1669年，最后一次的汉萨同盟大会在吕贝克召开。这一次的会议办理时，其实同盟就已经名存实亡。会议结束后，大部分的城市都脱离了汉萨同盟，只剩下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3个城市仍然保留了汉萨自由市的称谓。虽然汉萨同盟在历史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资本主义在西北欧遍地开花，影响人类往后几百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资产阶级没有贵族头衔，也没有封地，但是凭借着财富和贸易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汉萨同盟当然值得现在的德国为之骄傲，所以他们的国营航空公司用汉萨来命名，就再正当也不过啦。我们刚刚是从这个城门这边进来之后呢，沿路一直往前走，然后走到现在这个地方是市政厅。那市政厅的旁边呢，就是他们的大教堂了。所以等一下我们这个市政厅跟教堂都会介绍。
各位观众，在我身后这栋建筑呢，则是吕北克的重要地标，也就是他们的市政厅。这吕北克的市政厅啊，是德国最古老而且最具特色的市政厅之一，位于吕北克的历史中心。那它的兴建呢，可以追溯回1230年，是作为吕贝克汉萨同盟核心城市繁荣的见证。这个市政厅的外墙啊，是由深色的砖堆砌而成，是典型的北德式的砖砌哥德式风格，显示出汉萨城市的建筑特色。然后在市政厅的上方呢，有非常多的现在很像盾牌一样的徽章，像这种双头鹰指的是神圣罗马帝国，但像这边也有一些相关的徽章在城市的上面。总之，这些徽章呢，都是象征着吕北克在汉萨同盟时期的重要历史地位。然后，这个市政厅呢，经过了多次的修建以及多次的改建，结合成了现在这个市政厅。所以，它也展现出了它的不对称。正常的哥德式建筑其实大多都是对称的，但是这个市政厅是完全不对称的。你看这边是比较黑，然后这边呢又白白的。但也因为这种不对称，展现出了吕北克市政厅相对独特的建筑特色。这个吕贝克市政厅是可以付费入内参观的，一个人的费用是5欧元。比较大的问题是它只有德语的导览，所以这一次的导览我主要是靠 ChatGPT 的翻译帮忙，才听得懂内容在说些什么。整个导览的时间大约是1个小时，内容大概就是在讲吕贝克的相关历史，以及这座市政厅内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黑砖墙或是柱子，最早的采用是砖和牛血来制作，所以它呈现的是黑色。我们光是在德国看到红砖建筑就已经很少了，更别说是这种黑砖啊，真的非常的特殊。还有就是1楼通往2楼的这个楼梯间壁画，超级漂亮，超级的宏伟气派。光是在这个楼梯啊，就拍了好多照片和影片，真的非常赞。然后我现在人在吕贝克市政厅里面看到了一个这个城市标记啊，然后我查了一下它是什么，它代表了吕贝克市政厅以及周围的一些建筑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然后他们也做了一个这个城市标记来送给吕贝克，然后现在这个标记呢就是放在吕贝克的市政厅里面。各位观众，现在在我身后的呢是吕贝克的圣玛利亚教堂，它非常的高，非常的大哦，然后它的尖顶也是吕贝克最高的尖顶。那这个圣玛利亚教堂呢，虽然它并不是吕贝克的主教座堂，但是因为它就在市政厅的旁边，这个黑黑的这个是市政厅啊，它就在市政厅的旁边，所以当时很多商人或者是政商名流到市政厅办完事情之后呢，都会到这个圣玛利亚教堂这边来做祷告、做礼拜，所以它也变成了吕贝克最知名的教堂。这个圣玛利亚教堂要入内参观是需要买票进场的，票价是1人4欧。作为北德砖砌哥德式的建筑代表呢，它成为了波罗的海地区另外大约70座教堂的参照，有着重大的建筑意义。教堂内的穹顶非常的高，而且也非常的漂亮，它是那种简约利落的美，一切都那么的线条明确。那作为汉萨同盟首府的财富和权势的象征，它至今仍然是吕贝克最高的建筑，也在了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圣玛利亚教堂其实它有一个小故事是跟恶魔有关的啊，就是我走到这旁边来有一个，因为我刚刚也看到这个恶魔雕像，我就觉得为什么会有一个恶魔雕像在这里啊？然后它旁边其实是有做说明的，还有德文跟英文的说明。这个恶魔雕像在讲什么故事呢？就是当时在建这座教堂的时候，他放了第一块石头的时候，恶魔以为这里要盖一个酒吧。然后恶魔就很高兴了，来喝酒的人哈，他们的心灵可能会成堕落啊之类的，所以恶魔也帮忙一起盖。但是盖到一半的时候，恶魔发现，苗头不对，这怎么越来越不像酒吧的样子哈？然后发现他是要盖一座教堂，然后恶魔就很生气啊，就想要毁掉这个已经盖了一半的教堂。然后就有一个勇敢的人就跟恶魔讲说：“恶魔，请你停止你要毁掉这个教堂的这个事情啊！你看他已经盖得差不多了，我们愿意哈，就是在这个教堂的对面再盖一座酒吧给你。”
然后恶魔也觉得说，这个主意不错，所以其实他就并没有真正毁掉这个教堂，然后这教堂就盖成了现在的圣玛利亚教堂。然后也的确在这个教堂的对面是有一个酒吧的，是给这个恶魔的。总之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被做成一个恶魔的雕像，然后记载在这边。那我今天给各位的介绍的最后一站呢，是吕贝克的杏仁堂。那吕贝克的杏仁堂是这边非常著名的伴手礼。我现在人就在他们最大的一个杏仁堂的店里面。这边的杏仁堂呢，必须要达到70%以上的杏仁，才能够被称作是吕贝克杏仁堂。也因为这个杏仁堂非常适合作为伴手礼，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店呢，看到人们手上拿都是直接拿一堆，我自己也是拿一堆，准备回去做个礼物分给大家。然后我刚刚在楼下买杏仁巧克力那间店呢，其实我刚忘记介绍，它就在市政厅的正对面，它是整个吕贝克最大的杏仁巧克力的店。那1楼的部分它是卖杏仁巧克力没错，2楼它其实是一个咖啡馆。然后我现在也上到楼上了，点了一杯杏仁的茶跟杏仁的咖啡。然后我刚刚已经有稍微喝了一口它的杏仁茶，它这个味道真的非常的杏仁。该怎么描述呢？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种杏仁粉，然后是那种白色的大罐子装的那种，这个味道就是真的是一模一样的那种杏仁的味道，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喝。吃饱喝足后，让我们来聊聊有关吕贝克的交通移动的部分吧。吕贝克呢，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自由行来到这边的话呢，那它的中央车站也是它的火车站是在这个地方，画面的左边。然后吕贝克老城区刚刚我也已经介绍过，它老城区就是在这个四面环河的这个水上啊。这个蓝色圈圈里面是它的老城区，然后最重要的景点呢，其实也都在这个老城区里面了。然后你从吕贝克的中央车站呢，用徒步走路的方式呢，走到霍尔斯滕门，也就是吕贝克的入口哈，是大约10分钟左右。然后再从霍尔斯滕门进到它的老城区里面去，它的其他的景点呢，也都是可以用步行的方式。由于吕贝克并没有所谓的捷运，或是也没有所谓的轻轨，它都是用公车来进行相关的交通运输，所以或许你不想要走路的话，你也可以买一张公车票，搭公车进去吕贝克里面观光。然后我这次住的饭店呢，是在火车站的对面的 Intercity Hotel， 它距离火车站非常的近，你看他们其实就是在一起的，所以要从火车站找到它是非常的容易。Intercity Hotel， 我想我应该不用再多介绍，它就是一个品质稳定的连锁饭店。你看这间房间的房型跟我当初在法兰克福的 Intercity 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后面的地图换成吕贝克的。这间饭店可惜就是看出去外面没有什么景色，只能看到隔壁房子的屋顶啊。但是除此之外呢，饭店内是该有的东西都有，要把2个人的行李摊开来也完全没有问题。我是冬天来，他房间内的暖气也够热，然后他的厕所呢也是标准的干湿分离厕所，一切都是中规中矩，完全对得起他的价格。好的，现在天色渐渐也暗了，然后我们也已经逛完了所有的景点，吃完了下午茶了，准备要结束今天的一天之旅啦。那简单的给吕贝克做一个总结，吕贝克呢，它是一个大城市，它不像我们前几期所介绍的德国小城市这么的精致小巧。这个大城市里面有很多古建筑，当然它也有新的建筑，所以它是古建筑跟新建筑的融合，看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城市。然后吕贝克的市政厅跟吕贝克的教堂都非常值得一访，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它最适合参访的时间其实是夏季，像我现在是趁着农历年假来到这边，所以我现在是1月底来到这边，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体感温度是-7度啊，然后现在这个雨这样子下，我也不确定这个是雨还是雪哦，这个这样子打在脸上是相当寒冷的，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在夏天的时候来这边会更为恰当。接下来我们要前往汉堡，搭上邮轮进行一趟北海之旅。那也期望大家能够继续追踪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期影片见咯，拜拜。